与其你只知道骂我，为什么不好好的？闭嘴呀！你给我，龙哥，你也给我闭嘴！你打死我吧！没有哥没有我，你佟展龙没有儿子送终。你，哎呀，你别打了！你是不是要打死儿子才满意呀？你这个混蛋，我恨不得打死你！别打了！儿子我也有份的。我知道，现在在你眼里，日朗躺在床上是个废人。这个儿子你又说他不争气，你还在乎他们吗？是因为你知道，你另外还有一个儿子。你扯到哪儿去了？日进是你儿子，是你跟阿玲生的。你不用否认了，你会去验 DNA， 我也会啊，我还给你们3个都验了。你跟日进是亲父子。大嫂，你说什么？日进是龙哥跟你老婆生的孩子 ，DNA 报告说得很清楚。不会的，不会是真的。大哥不会，阿玲也不会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报告都证实了，怎么不会啊？没想到你老婆做出这种事，亏你对她还念念不忘。不关妈妈的事，是她喝醉酒硬来的。日进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有这件事？你不是人，我是你弟弟，阿玲是你的弟妹，亏你做得出来。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好大哥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二叔，你这个畜生！别打了我打死你！你不是人！我要打死你这个畜生！你怎么了？我要打死他！怎么了，龙哥？我要打死你他！心好痛啊！是不是心脏病啊？心脏病发了，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突如其来说什么多个大哥，说了就算数啊？我大哥只有一个，叫佟日朗，其他的杂种，我才不会认呢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，有什么事随时找我。妈咪怎么样？爹爹怎么样？佟先生要不要解？医生说佟先生可能是因为疲劳过度，又受了刺激，心脏一时负荷不了，所以晕倒。幸好检查过没有大碍，现在需要时间休息，你们不用进去看他了。以为二弟生日，开开心心请你们来，谁知道卷入我们的家事，真不好意思。佟太太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两位称得上是我们佟家的朋友，今天的事就当没听过，也不需要跟外面的人说。佟太太放心，我跟徐颖很有分寸，我们知道怎么做。那就好。我也需要一点时间适应。要是两位有事情可以先走。好。不如我也留下，起码多个照应嘛。不用了，你大伯有最亲的人在这儿照顾，你有事你先走吧。听到没有？我跟哥哥才是爹地的亲生儿子，我们才是至亲呢。佟太太，日进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日照，你也回去吧，不用留在这儿。妈咪，你别太伤心了。人都走了，我替你解释了。医生说你疲劳过度，心脏病发，不是很严重。辛苦你了。其实我这么做是逼不得已的。刚才的情况太混乱，展鹏的情绪又不稳定。与其这件事一发不可收拾，不如想办法让大家冷静。也只有这样，我才有机会跟你解释清楚。哼，解释？我现在唯一希望听到的就是整件事是假的，没发生过，可以吗？行吗？整件事可以说是阴差阳错。那年我飞去加拿大跟客户谈合同，谈得不太顺利。后来展鹏夫妇也飞过来过圣诞节，我们一起住在新买的房子里。后来展鹏突然飞去美国，剩下阿玲一个。有一晚，我参加 party 喝醉了，结果其实我不想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也觉得奇怪。展鹏跟阿玲的感情一向很好，很恩爱。自从回来之后，阿玲整个人变了，心神恍惚。原来是你干的好事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一直很后悔。
可是我知道没办法补偿。不过我一直不知道孩子原来就是我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知不知道我就不晓得。不过我看阿玲会知道。我猜她舍不得把孩子打掉，又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，所以把孩子生下来就一走了之。其实整件事都是我不对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有心无心，只有天知地知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宋金枝只有2个儿子，就是日朗和日昭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要我突然之间跟外面说多个儿子，我自己也做不到。所谓家丑不可外扬。可是日进到底是我的骨肉，我表面可以不承认，但是他的确跟我血脉相连。有些事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。我现在要明白的，不是佟展龙在想些什么。目前最重要的是守着我的家，保护我2个儿子，不让这个家散。总之，以前也好，现在也好，以后也好，我永远都是佟展龙的太太，人前人后，我还是会懂怎么跟你相敬如宾。你不要脸，我要的。总之，有些事发生了是不可能回头的，你也没权逼我接受。爹地，为什么把手机关了？我找你找了很久，很担心你。我想一个人静一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们俩是父子嘛，一定会心有灵犀的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每次不开心，你就会带我来这条街逛，带我逛每家铺子，告诉我每件古董的故事，每件古董的历史。接着我听着听着，就把所有不开心的事完全都忘记了。那么久的事你还记得？从小到大，你有多疼我，不管过了多久，发生过什么事也好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其实，在你出生之前，古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兴趣。在你出生之后，家散了，我很不开心，开始把时间放在古董上，研究哪件古董是真的，哪件是假的，探索每一件古董背后的故事。渐渐把不开心的事忘记了。虽然我从小到大跟你一起看古董，可是我完全没有兴趣研究。要不然，我们父子俩一定会有很多话题。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天生的，勉强不来的。我知道你从小到大都很崇拜他，大家都以为因为他能干，其实这是天性。日景，一个家里面不可能有2个爸爸。可是我只有你一个爸爸。20多年来，我一直怪他一声不响地走了，以为他在外面偷偷认识别的男人。没想到他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我这个做丈夫的居然一点都不知道，一点都没有帮助他，我真是无语。妈妈千叮万嘱吩咐，叫我别把这件事告诉你。她就是不想伤害你。既然他不要我知道，我就当不知道。那他家里方面，经济方面已经不是问题了。不过他说，也许这次走了之后，不会再回来香港。是我们佟家欠他的。希望他这次见到你之后，心理阴影可以消除，过着开心的日子。现在妈妈有了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家庭，可是代替你，还是孤零零一个人。爸爸还有你呀。
有你陪我，爸爸很满足。爹地妈咪姑，妈姑父，爹地，你不是中午才出院吗？我正想去接你呢。医生提早巡房，他肯批了，就早点回来了。姑父，你要不要回房休息啊？在医院睡了1天了，还睡不够啊？日照，你的酒吧被人放火烧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提供资料给警察，他们已经在调查了。有了结果没有啊？还没有。爹地，你现在已经有很多事情烦了，这么点小事情，不用麻烦你了吧？日正，爸爸是一家之主，什么都要知道。总之，你的案子一有新的进展，马上告诉我们。哦，姑父啊，你要不要进去看看郎表哥？你昨天没看他，他问起你。也好。展鹏，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展鹏，有些事发生了是补救不了的。这件事完全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可是你到底是我的兄弟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当你是我弟弟，是我最亲的弟弟。哼，最亲的弟弟，你怎么对你这个最亲的弟弟？你告我老婆，拆散我的家庭，害得我儿子没有妈妈，你让我怎么对你啊，浩大哥啊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一找到地方马上搬，我不想跟你这种人有任何瓜葛。你搬，那日进呢？他怎么办？儿子自有分寸。我很了解你的心情，要你原谅我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但是我们上一代的事，是不是不应该牵连到下一代？我知道你很疼日进，我也是。要是我把力高拿的股份全给日进，作为补偿，你认为怎么样？你怎么做我不管，日进肯不肯收是另外一回事。不过，日进是我儿子，我那份股份一定会留给他。再说，力高拿是童家的家族声誉，日朗现在这种情况，由日进接手是天经地义。还有，日进答应我，会打理好力高拿。为了童家的声誉，在外人面前，所有一切都可以维持原状。他答应了你？他当然很不愿意。不过我这个做爸爸的开口，他一定会答应。既然是这样，最好了。没事了吧？就这样。日朗，伯母，Sam 呢？ ，Sam 刚刚出去帮日朗拿药。妈妈煮了燕窝粥给你吃啊。伯母，不如我帮你喂。不用了，粥还很烫，等它凉一点。我要给日朗按摩。要是你有事做，不用在这儿陪他，有我在行了。那好吧，不打扰你们了。日朗，我晚一点再来看你。大伯，日进，明天跟新发陈太太开会的时间改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提醒你。你放心。日朗，今天精神不错呀，啊？中医师来过，还说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好。我给他按摩，也觉得他的肌肉没有之前那么紧。这是好事，证明再坏的事，只要肯花时间，一定会变好的，啊？我也相信。日朗刚刚回来啊，全身都不能动，现在这些手指又能动，又可以用电脑，才没多久嘛，这就证明你会越来越好了，
是不是？那你看，日朗是你的长子，是你跟我生的亲生儿子，他有我们俩的遗传，就算遇到困难，他都能坚强面对，是不是？以后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，只有日朗和日昭侍奉我们终老，我们4个才是一家人。所谓一家人一条心，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，我们都不怕。我看这个不用你提醒我，就算发生什么事，我也知道该怎么做。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向晴亲自下厨，煮好东西给你吃，希望你的心情会好一点。是不是真的？那我1天3餐都在这里了，反正我也不想回去。那里始终是你的家，最重要的是安可明知道你不是他亲生的，他对你的感情也没有变。其他的事慢慢来，急不得。从小到大，他都是我的榜样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是我错了。日清，既然是无法改变的事实，你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情。翻来覆去的埋怨怪责，只会挖深伤口，对己对人都没好处。我明白。那日朗呢？他知不知道这件事？大家都没有说。其实这样也对，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再给他包袱了。是啊，不管你会不会跟他相认，做大哥的一定要顾及他的感受。喂，宝姐，什么事？日朗，日朗，郎表哥，怎么样？头疼好一点了没有？不过医生说你有点感冒，我跟你妈妈希望你在这儿多待1、2天，好了再接你回家。哥，待会儿我去富贵屋买最出名的鲍鱼米粉回来，不能吃闻闻也好啊。郎表哥，那我就负责去买你最喜欢的话梅王，平时让你含在嘴里。是啊，这么吃法，不用等出院，你就变成个小胖子。姑妈，你已经有点伤风了，别靠那么近了，要是传染给表哥就不好了。你是不是有话想说？你是不是累了，想睡是吧？我帮你把床调低。你是不是觉得热？